大家好，我是大妈，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邱岩老师这一个很有趣的历史书《乱世民音》，上次已经读到了291页啊，今天继续。好，这个是第3章的大船。元清两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怕热，不习惯南方的气候环境，也不想离自己的老家太远。明朝的永乐皇帝则有浓厚的北征情节，出于民族文化、生活习惯、政治、国防、风水、气运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元、明、清3朝都选择定都或迁都北京。北京算不上传统商业城市，成为国家行政中心之后，不仅人口暴增，还有中央政府臃肿庞杂的官僚机构，北方社会经济也不繁荣，单靠北京周边几个省市的物产无法充分供应这个全国神经中枢，必须从富饶的南方汲取物质资产。漕运在古代一向是最稳便的物资运输方式，在元朝初年，统治者利用隋朝旧运河的部分南段河道，又在北方修建新河道，开通京杭大运河。以往有很多文字都是以正面肯定的口吻去宣扬和描述大运河的历史意义和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极少有声音讲述大运河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民间有句俗话，是模仿皇帝的立场，总结他最担心的难处：天下事3大虞，1河2路3官吏。治理河务竟然比整肃官僚队伍还难，最让皇帝头疼。现代元、明、清3朝定都北京都要用大运河，这最头疼的事儿就彻底躲不过去了。京杭大运河有2大难处：一难治，2难管。中国的整体地理形势是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滚滚江河东逝水，现在硬是开凿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这就不是顺其自然，而是自北向南分布的黄河、淮河和长江3大流域，自然气候环境、地表地形和水文条件都有明显差距。大运河纵跨3大流域，在很多地方就会和自然规律相悖。大运河是用开凿人工河渠和利用沿途天然河湖水体相互结合的办法修建的。作为人工河，它没有自己的源头，要靠沿途天然河湖补水。能为运河补水的河湖水体地势必须比它高，但是大运河的不同河段存在复杂的地势高差。如果从剖面看，河道是波浪形，起起伏伏，高低错落，往往低海拔河道注水比较简单，水多的成了洪涝之灾。往高海拔河段注水又太难了，水浅的都载不起船，古人只好靠在天然河道上修坝截流，提升水位，以及在运河河道上修船闸调整水位的方式维系大运河的水量，保证其通航能力。洪涝、干旱、水流决口改道、沿海地区夏季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都会对运河产生各种影响。这其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泥沙淤塞，因水力侵蚀导致的水土流失现象是不能避免的。任何天然河海都会夹带泥沙，不过河水是流动的，自上游翻滚向下，流速越快，泥沙越不易沉积。但大运河既没有源头，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流向，更不会有天然的河流上中下游的流段区分。其河水随着在不同河段的河道起伏走势，分别向南北流动，尤其是运河沿途分布的众多船闸，把运河截成了若干段，两头下了闸门，中间就是一段封死的长条形巨型水槽。天然河湖的水涌进去，不再流动，俨然一潭死水。尽管在部分河道旁边的堤岸上也建有用于储水排水的闸门，但效用有限。运河河道如同年久失修的下水道，其中夹带的泥沙迅速沉淀，使运河的淤塞速度远超天然河流。在16世纪的嘉庆到万历时期，明朝2任河道总督潘继续
和万工为治理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曾提出过蓄清刷浑、速水冲沙的主张，从其他含沙量低的河流引来清水，冲进黄河，再提高流速，冲刷河床，把黄河淤积严重河段的泥沙搅起来带走。这个办法取得一定效果，就有人主张也用相似的办法治理大运河，但效果打了折扣。从此，比大运河地势高的地方找其他含沙量低含沙量的河流本身就不容易。大运河既没上源，也没有稳妥的下流渠道，光找到引清水的上水口还不行，必须同时考虑好排水口怎么设计，否则的话，清水冲进河道，浑水不能及时排泄，费了半天劲搅起来的泥沙又在原地沉淀下去了。康熙3年，荷兰使团经大运河前往北京，使团成员彼得·冯·霍姆测量山东济宁河段的水深，发现河道底部是厚厚的淤泥，水深只有 3.5 英尺。运河漕船都是平底船，载货之后吃水仅3到5尺之间，但大运河河道依然不能满足通航需求。明清两代的河工为此琢磨过各种奇思妙想和偷懒怪招，比如在运河河段一侧修一条与之走势平行的越河或者储水池，用于分水、调水和刷沙，但作用都有限，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清代道光年间出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完颜林庆写过一册河工器具图说，书里讲2样东西，一个叫水耙子，一个叫混浆笼，都是用铁杆、铁丝、铁片和重木等捆扎的搅拌器，小的论尺，大的超过1丈。漕船经过大运河淤泥严重的河段，让几条吃水浅的小船在前面鱼贯开路，船尾站着几名水手，把连着锁链的器具扔到河底，沉重的铁质器具陷入淤泥深处，水手拉住锁链拼命扯拽，将泥沙搅起来，泥就薄了，水就深了。趁着泥沙还没沉下去的功夫，后面吃水深的载重大船赶紧一次通过。而这些办法确实能管点用，可毕竟治标不治本，泥沙只能专门组织人力清理。到晚清时，甚至还从国外购买清淤船，但因为大运河本身存在缺陷，总体上是逆自然规律的产物。泥沙淤积等问题相当于身上的绝症，甭管吃药、开刀还是找偏方请大仙，各种治疗手段都只能延缓病情，救不了他的命。至今，京杭大运河有很多河段，特别是直接利用自然河湖的河段，依然能行船。在江淮地区河段的航运还很繁忙，但北方很多河段已经废弃断流，而这条运河的建设初衷是贯通北方首都与南方的交通大动脉，全线贯通这个最关键的目的都实现不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都说京杭大运河是元朝修建的，不过后续的发展情况就有点尴尬，元朝这个短命王朝还没结束呢，大运河就没法用了。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朝中央政府再度重视起大运河的疏浚和维护问题。明朝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2个职务，都是2品衔的朝廷大员。前者出现在先，是在景泰初年设立的，主管漕运，包括漕船制造、各省运丁调配与物资的对调押运，南北运城监督安排等事务。在漕运总督辖下，大运河沿途各省还有巡漕衙门和督粮道，后者出现时间略迟，是管河务的，包括疏浚、固堤、清淤、修闸、治洪等事务。河道总督之下也在各省份设河道衙门，既然官职是总督，他就不是单纯的文官，而是手握军政大权，节制文武。麾下在运河沿岸有水师营，漕运总督衙门在今天江苏中部的淮安，河道总督衙门在山东西南的济宁。这2个地方的选址，尤其是后者，那可真是意味深长。淮安到济宁这个河段正好是大运河的中心，南控江淮，北接京字，济宁处漕渠之中，近带四方。把2个总督衙门设在这段，颇有稳坐中京帐，南北两边都能照顾过来的意思。其次，
这段河道还是京杭大运河上最薄弱、最敏感也最容易出事的地段。大运河自淮安向北往西北方向走，接下来是宿迁和徐州。这段河道是让人提心吊胆的鬼门关。在南宋初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人在河南滑县扒开黄河河堤，黄河改道下游流向东南方，夺泗入淮，夺淮入海，从江苏北部流入黄海，携带泥沙的黄河冲进淮河，造成河道淤积，频繁决口和改道，没有长期稳定的河道，使徐淮两地成为10年9载的红泛区。漕船行至此处，又正值夏季汛期，水文形势更复杂，稍有闪失就会船毁人亡。明朝正德初年出任河道总督的王琼形容过这一段河道的洪流，说河流盘折自此开岸，豁然奔放，怒气喷风，声如万雷，过者心惊神怖，兼有覆舟之患。漕船过了徐州，很快进入山东省境内，在汝西南自南向北分布着微山湖、南阳湖等4个大湖池，统称南四湖。济宁就在南阳湖北岸，这里是水极就是水的极了，即大运河全程海拔最高的地方。济宁稍北的南望河段和大运河海拔最低处相比较，已经有38米的相对高度，是水极的顶峰。水往低处流，船却要往高处走，愣跟老天爷拧着干。在地理上，这个地方还是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界点。淮河流域，你别看经常闹洪灾，起码还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域。北方的黄河流域却是水资源匮乏地域，本身就缺水，地势还最高。在这个地方寻找能给大运河补水的水源，真正难上加难。因为严重缺水，这段运河在元朝中后期就不能用了。明朝初年，经过反复勘测，终于想出一个高招。勘测人员首先物色到当地发源自悬固山北路的文河，这条河的海拔比运河高，而且难得的是自东南向西北流入黄河。先组织人力修大坝，将文河截流，在大坝东侧文河南岸扒开口子修一条引流的小运河，使文河河水的流向从西北转为西南。为加之以区别，之前的天然河流文河改叫大文河，而这条引流的小运河就改叫小文河。在南望运河的西岸再设计类似都江堰的分水鱼嘴，经小文河引过来的水在南望汇入大运河后，各向南北两边分流，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为引来这点水实在太不容易了，而且水量依然有限，不能任凭它一口气全流走，所以留在小温河的上下段与南望鱼嘴处设置水闸，以控制水量之外，在南望大运河两侧岸堤上再开分水闸，把水排到两侧低洼处，形成2个人工湖，东侧蜀山湖，西侧南望湖。雨盈自涝时储水，雨少干旱时补水，精打细算省着用，供给水集两侧诸多船闸的用水需求。让船能在河道里上坡下坡靠的就是船闸。南望水集以南有21道爬坡闸，以北有17道下坡闸。别看水源是解决了，但为了提高效率和省水，在2闸之间载船的河槽水体容量不能过大，船闸处更是收窄，仅容1船通过。提闸一开，上闸水冲下，水质湍急，还要等上下2段河槽里的水势汇合略缓之后，才能牵船过闸，耗时长，行速慢，因此这里是大运河的交通瓶颈。漕船刚入山东，在南四湖一带就开始淤塞，缺水、爬坡、交通拥堵，这3样凑一块就够让人头疼了。还有第4件糟心事儿，匪患。这点说来很有趣。南望水集正西紧挨着的地方就是宋江做押司的浑城县。南望水集的北边还有一个安平湖，就是宋江聚众造反的梁山泊。只是因黄河改道，湖域面积比北宋时明显缩小。经过元朝末年社会大动荡，流民与各路溃兵汇集，北方各地经常还闹响马。汝西南的汶上、菏泽、豫东、拓城到苏北一带，又是处在苏豫汝3省交界地域的洪泛区，社会气氛比其他地域更不容易安定。
更不容易安定啊。虽然这些匪患难成，气候不至于对明朝地方政权构成威胁，但依然人心惶惶，各路江湖好汉免不了要盘算漕船的主意。运河里船这么多，河道有限，都挤在这里，连跑都没地儿跑。那么我要是趁机抢一把，这能取多少套啊？富贵啊！这里还是交通要道，本地匪患还没消停呢，不时还有外来匪患。河道衙门在济宁设立没多久，就在明朝正德初年遇到了一件祸事。北直隶的霸州爆发了养马户刘六和刘七兄弟的农民起义，这些人仗着勇马，机动灵活，跟官军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刘六带领一路响马，顺大运河疾驰南下，进入山东，攻打济宁府。他们虽然没能把城打下，却在这段大运河上连抢带烧，官军运丁死伤无数，烧毁漕船千余艘。到晚清和民国初年时，大运河都停运了，土匪依然猖獗。奉系军阀底下的齐汝联军有个军阀主玉扑，就是汶上的土匪出生。1923年5月6日，盘踞在当地以孙美瑶为首的一股土匪，竟然埋伏在津浦铁路上，趁着夜色掩护，把铁轨扒断，将列车上包括39名西方人在内的100余旅客绑到抱犊固，压在山寨做肉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凌晨火车大劫案。可见把河道总督衙门设在济宁这个大运河上，地理环境糟糕、社会形势复杂的地方，让官府亲临一线，一旦有事能尽快做出反应，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在明朝，这2个总督职务是由朝廷的其他大员兼任，到了清朝改为专人专职。雍正在位时，清朝又把河道总督做一分为3的变动，驻淮安的江南河道总督负责苏皖2省，驻济宁的河东河道总督负责山东省，驻天津的北河河道总督负责直隶县。清代的河道总督有3大特色：扬名、捞财和类兴。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明在大禹治水到诺亚方舟，很多民族的历史文化中都描述过上古时代大洪水的传说。既然都把洪水当成灭世之灾，也就把治理水患当成了兴亡大事。河道总督在任上，只要在治河上真能做出点成效，那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绩。不单朝廷要大大的奖赏，老百姓更是要将其捧成大悲大德的活菩萨。清朝是非常重视治水的王朝，朝廷花在上面的精力和财力最多。除了官府拨款，还有来自豪绅富商的民间捐纳作为额外点缀。官员过手的钱财多了，免不了会起贪念，借机损公肥己。在吏治并不得力的清朝，河道衙门早已是官场上人人皆知的肥差，贪污都是上百万两白银。西峡阁野称讲过江南河道总督衙门的贪污情况。南河岁修营450万，而决口慢意不与焉。这人王全斋熟于外公，为采买竹木、新石、马铁之属，与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费弩金10之32，可以保安澜。实用4-3，足以书上考哉。其余300万，除各厅服销之外，则供给院道、应酬妻友、馈送金元过客、降至城帛、牵马总这个叫虚吏兵丁，凡有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治河是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凡出任河道总督，尽管可以趁机贪污，但事务极端繁忙。这个职位既是肥差，也是劳心劳神的苦差。清朝汲取了元明两朝治河的一些教训，非常担心因为治河不利挑起汹汹民情，所以只要发生河患洪涝，立即就对河督予以革职拿办，哪怕是确有成绩的干员，也不过是革职留任，让他戴罪立功。康熙16年，也就是1677年，康熙裁撤治河无能的河道总督王光裕，改任汉军旗人，
叫金溥出任此职。康熙对于齐溥寄予厚望，齐溥也确实在治河方面发挥才干，最初几年取得不错成效，但随后他的治河理念与康熙发生冲突，人又比较固执，过于坚持己见，偏偏他还掺和进朝中的党争。就在康熙21年，黄河又在宿迁，接连决口，君臣裂隙逐渐加剧。2年后，康熙第一次南巡，也是第一次亲临洪泛区，看见虽水故，民则高步栖息，但庐舍田畴仍被水淹，未复生业。这下就急了，君曾积攒了几年的矛盾在此爆发。他先把金溥做了一番抨击否定，而且还说了一句别有用意的话：赋予河道总督金溥，堤上夫衣，风雨昼夜，露宿草溪，劳苦倍长，所领工时为数无几，恐有不孝官衙从中轻视。这意思就很明白了。康熙质疑金溥是个贪官，金溥本来就心力交瘁，还没功劳还有苦劳呢，现在被皇帝如此评价，心态也略有失衡了，带着情绪和皇帝打话，也就没能把持住分寸。清廉二字人所难能，古人一介不取不予，远愧不能。臣自坠如此，何敢保其辽属清廉？我都做不到，更别说我手下的官衙了。他这句话里面的意思更直白：皇上，我治水已经够操心了，您就别挑三拣四的了。大运河既难治又难管，受到各种自然界和人为干扰因素太多。本来利用河流搞漕运，在古代是最便捷省事的物流交通方式，现在大运河如此周折，把优势都抵消了，所以从开始投入使用到就引发了持久争论。又因为大运河的经营目的是向远在北方的首都输送物资，这场争议在明朝的重心就是迁都。打永乐帝驾崩，明廷就开始争论是否要重新迁回应天也就是南京。明朝灭亡之后，许多以明朝移民自居的汉朝文人在反思和总结明朝政策的得失教训时，也以相似的口吻感叹过这个问题。黄宗羲就曾说过：江南之民命结于书碗，大府之金钱迷于河道，皆都焉之为害也。清朝建立之后，向南方迁都是不可能了，但大运河极为脆弱的运行状态依然让朝廷头疼。清朝历代统治者和历任河道总督对此有个公论：治水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治水和修河互为一体，必须把保证漕运放在首位。如果没有大运河，治理黄淮水患的技术难度和财力投入都会大幅度降低。在晚清面临外辱时，这种顾虑更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出来。1842年7月，英军舰队进入长江口，攻占镇江，正值漕运繁忙之际，水路却被阻断，大清朝被洋兵掐住了脖子，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勉强应付了2年多战事的朝廷，再也顾不上天朝上国的脸面，和英国人草草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因为大运河的漕运系统牵扯太多的利害因素，缝缝补补，凑凑合合，明清两朝勉为其难的用了500年，最终在19世纪末因河道阻断丧失漕运功能，方告寿终正寝。京杭大运河是南北走向的，但是明朝规划实行的运河漕运系统，从南江下游的仪征、镇江向西，延伸到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从地图上看其实是一个反 L 型。这套漕运系统堪称表里相连，它直接调用从沿海到内陆7个省的运力。因明朝把江苏、安徽、沪松等合为南直隶，把湖南、湖北合为湖广，实际上还不止7个省，间接调动其他4个省的运力和物力，除每年不少于400万石的米，还有在川贵深山老林伐采顺江漂下的巨木，西南地区出产的生漆和桐油，景德镇烧制的瓷器，闽浙数省的茶叶，江淮河湖里捕捞的鱼鲜，江南的纺织品和铁器、铜器、纸张、笔砚等等，甚至还包括外国使团。大运河的漕运系统辐射大半个中国，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
别看大家伙都在抱怨说他千不该万不好的，但动动嘴皮子简单，真要是动手做，谁能有这份胆量魄力呢？明朝军制是卫所制，因此他规划的漕运系统是直接征发卫所驻军和军户组成漕军，在淮安设漕运总兵，从北直隶到南疆中游的湖广，在大运河沿途的6省2都分设12个把总，负责将领为都指挥使，每个把总管辖10多个卫所，负责将领为指挥千户百户。既然是漕军，基层单位是船，直接就用明军基本单位的小旗，一条船10个人，领头叫钢司，也就是船长，其余9个人为水手、旗丁。若干条船组成甲或者帮，青帮的帮源头就是从这来的。参与漕运的卫所数额在明朝始终是在调整，没有长期不变的定数。漕秤记录成化年间有125个，嘉庆继位初年对漕政做了一次改动之后，多达142个。万历初年经张居正变法，依大明会典记录降到124个。每个卫所能管辖多少条船，只有一些仅够参考的说法。其中最常见的是嘉庆、隆庆时期治河名将万公在其治水全题当中记录的增船储水说，叫闸漕1里，既令船满，漕可容90艘，旧制鱼贯30艘而过之，余令之90艘，营漕焉。漕营则水溢，且上闸之水不得直随也，而停其处，水可逆灌上闸矣。每起逾90艘，闸人夫贺，以此以漕制漕者也。过去船闸开河一次才能走30条船，这可不行。我辛辛苦苦修河，好不容易给运河找来的水，你们得给我省着点用，要用尽量少的水走尽量多的船。他亲自做了个试验，在水急河段找1里长度的船槽，先提起下闸，放进90条船，再关下闸，提上闸放水，使船安全通过。这一漕船如果正好属于一个卫，就方便管理设计，是最理想的标准状态。常有后人采用了这个偷懒的理论说法，直接用卫所乘以90算出漕船总数，卫所数乘以90再乘以10算出漕军总人数。不过在实际运行当中，这些数字也没有定额。以漕秤所记成化年间为例，总计有125个卫所，11542条船，105000余名漕军，不包含走海路的遮阳总。平均每个卫所约92条船，的确接近万工的理论值，但是每个把总下差距显著。南京锦衣卫共有16个卫，910条船，每卫平均56条船。浙江都司总比南京锦衣总少3个卫，却有2046条船，每卫平均157条船。在卫所之下再设帮和甲，是为了便于统计和管理。一方面，运河河道狭窄，上百个卫所，成千上万条船，在每年同一时刻都挤进来，还朝同一个方向走，没有规矩早就堵死了。所以以帮为单位，把船分为若干批次，逐帮分位，鱼贯通过，是最起码的疏导手段。漕运衙门要求每个船帮内部要互助互保，一船出事众船援助，一船上有人违法乱纪行为，其余船只人员要承担着连坐责任。另一方面，为防止漕军和地方对运部门相熟后滋长贪污物资、截留网暴等弊端，明朝采取异地对运与轮换制度相结合，不允许卫所在本地就近对运物资，而是要到漕运衙门指定的异地，也不允许漕所在一个地方长期对运，而是在几个地方轮换，1年一变。有些是在本省内调动，出现某卫漕船分成几支小队，分别前往几省几个地方运载物资；有些则是跨省调动，出现甲省 X 个卫的漕船先分头往乙省的外个地方装运物资，再从大运河北上的情况。这就是漕运安排更为周折复杂。甲省 X 卫的船到乙省外个地方还1年一换，两边一见面都是生人。在那个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时代，保不齐就有江湖大盗冒充且者，
前者找后者冒兑物资。所以这里必须有一道勘验身份的程序，各卫所船队负责人都有会单文册，将船队负责人的姓名、相貌、职务、船队数额等信息逐一写明，并加漕运总督府与地方卫所签发盖印。船队和船队中所有的船只采取卫所名称与方位序号、数字序号相结合，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打出各色纹样旗帜，或船队人员在行槽相遇时口头报字号等等方式加以区分和辨认。临清前、临清卫前帮、新五六，也就是新五卫第六帮，这成为漕运组织随后沿袭数百年的风俗传统，最后也被青帮继承。至于帮和甲的编制方式则更加混乱，帮和甲都不是固定编制，帮长、甲头和纲次也不是明军常设职务，他们都是在行朝起船前才临时编组的单位和临时充任的职务。帮长和甲头一般由卫所指挥或者千户亲自担任，纲次则是上司任命。大家推举几个人轮流充任，基本原则就是使用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漕军兵卒在明朝前期5条船为一甲，到明朝中后期则改为20条船为一甲。帮在明朝官府文书记录是20条船组成，还有说法就是以治水全题中增船储水说的90条船为一帮。实际运行中其实也没有定数，就看所运物资的数额，多增少减，灵活变通。清朝建立初年全盘严惩明制，漕运保留了卫所的基层编制，由律令承担，也就是清朝将收编的明军或者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因其沿用律旗为标志，故称律营。官员称呼变成守备千总等等。清朝原本也想继续沿用1条船分配10名漕军的方式，但因为清代军户制度在进入清朝后逐渐废弛，卫所没有足额的兵员，因漕军基层官兵也深知行漕艰苦，普遍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于是在康熙35年，清朝对漕运人员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大改革，1条船名义上依然分配10名漕军，实际中远达不到10人，改为大家轮流行漕，每次只出1名军漕，剩下9个水手改为由卫所和承担漕队政务的地方府县出资，雇佣民夫，设旗丁1名，余9名以敌练驾驭之水手遥征充之。雍正4年，清朝又对部分船帮的搭配人员做了调整，江南、安庆2帮改为每船17人，新武等18帮改为每船12人，而每船漕军在1到2人之间。经过这2次改动，清代漕运结构稳固下来之后，每年保持到6000或8000艘船，大致有6000到8000名漕运和8万到10万名水手的规模，维持漕运90%以上的人力，是从平民百姓招募的船工水手。当漕运由明朝的军运改变为清朝的民运，随后就出现了4次循序渐进、逐步演化的效果。第一步，各地漕运水手的招募和管理很快的地域化、宗族化的出现了地域化、宗族化的人员结构特征。招募水手的过程类似今天的包工头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从中央到地方官府对民工并不关心，认为老百姓性格散漫，不具备军队的组织服从能力。清朝把这个工作直接下放到负责漕运的各省地方卫所和基层州府衙门，后者把这项工作和地方保甲制度做了结合。官府招募民工要把形貌、肩量、家道、厚薄等个人情况一一登记，写字据、摁手印、立下保状。民夫之间也要具状互保，互相证明对方家世清白，不曾有过违法行为。在农业社会，地方乡村大多都是环境比较闭塞的小社会，小农户平时很少离家外出走动，社交圈子也并不大，常打交道的人无非就是乡里乡亲，于是招募民夫就成了找熟人，也只有身边的亲友熟人才能做到知根知底，互相作保。一支漕帮的民夫，很多人沾亲带故，
大家都是靠着亲戚找亲戚、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集中起来。在招募民夫时，官府也会使用一些明显带有欺骗性、煽动性的宣传手法，片面强调跑粮船的好处，回避其中的艰辛，再利用熟人关系网一传十、十传百的散播出去。比如在家种这2亩地混口饭吃，能有啥出息？走，一起跑粮船去扬州、通州，一路上好玩热闹的地方多着呢，让你既能挣着银子，还能见到大世面。真正走上跑粮船这条道，才发现中间的跋涉艰苦远远胜过好玩热闹的新鲜劲儿，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免不了对官府有抱怨。清朝漕船水手的待遇并不高，每年行漕一次，是距经途路途之远近，工酬仅有4到7两银子。刚跑船的学徒水手工酬还要减半，沿途上只管饭食，吃住都在船上。这种标准再对比这份工作的艰辛，并无太大吸引力。更何况以中国人深厚的乡土意识，如果不是实在难以为生，谁都不愿意离乡飘荡做工。但是进入清朝中叶，特别是到了乾隆期，随着人口的飞速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低级劳动力资源过剩，做船工水手就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工作。对于没有土地的细农和濒临破产的平民小户人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社会资源，能跑粮船成为这些底层穷苦百姓为数不多的出路。第二，实行漕军轮流行漕，就是把原先明朝漕军承担的艰辛任务转移给民夫水手，好处是提升漕军的社会地位，但随之产生了新的摩擦。漕运管理者是官，基层劳作者是民，势必产生官民矛盾。民又是官出钱雇佣的，还会产生劳资纠纷。二者之间想要共存共事，必须物色到双方都认可的人选，再寻找互相妥协忍让的方式。船上漕军不仅数量处于绝对少数，还是每隔数年才行漕一次，更不熟悉行船技术。无论身份还是资历，他在船上都不能服众，也就不能做船长。他的实际身份其实就是官府代理人或者押运督帅者，俗话说就是监工。漕军又是1年1换人，水手也犯不上巴结他。只有少数漕军能和水手亲亲热热打成一片，在绝大部分漕船上，水手们都把他当成生面孔的官家人，后者会被前者孤立。你是官，我是民，咱井水不犯河水。管一条船的漕军尚且如此，那么管一个帮一个卫的把种守备，头顶职务更高，身上官气更盛，和水手之间的隔阂就更明显了。人是社会动物，任何行业都会自然分化，涌现出一些领头人物。粮船帮也不例外，有些人是常年跑粮船的老船工，早已赢得广大水手的幸福；有些人是在本帮乡亲当中是本族长房长辈，大家都把他看作临时族长；有些人处事圆滑世故，口若悬河，能说会道，大家都把他当成主意多的能人；还有些人性格伶俐精明，善于钻营，能给水手带来实际利益，大家愿意亲近他。有些人天性凶悍好斗，专喜恃强凌弱，称王称霸，水手们都敬畏他，不得不屈从。还有很多人兼顾上述几种特征，在一条船上的如此人物就是船头，他才是这条船的实际船长。在一个船帮里的如此人物就是老官，又叫老头，他才是这个船帮发挥实行作用的领袖。水手们对官僚的态度是怕和躲，对船头老官的态度才是真正敬畏有加。漕运衙门的官僚意识到采取软硬兼施的变通手法，对粮船帮水手里的老官给予有限的认可和搀扶拉拢，利用他们在水手中的威信，可以有效化解官民之间浓重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抵触情绪。漕运官僚的督帅作用与船头老官的执行领导力相结合，能明显提高漕运的运营效率。在道光咸丰年间，出任工部侍郎曾参与曾参与河工的吕贤基在他给朝廷的一份奏书里曾专门解释过，每帮有一老官，又有一老官，平日在船行令禁止，船工水手公乐服之。若招之为勇而言其老官，待之以礼貌，与之伤民札商管待，使则以
里言之，发札后，则以军礼待之。庶几老官水手无不愿从者。意思就是说，老官是漕运水手中的民间领袖人物，如果把这些人争取到朝廷这方，能壮大朝廷的力量；如果他们站到朝廷的对立面上，那就是天大的麻烦。漕运河工部门的基层官员在和船帮老官打交道时，一定要摆出屈尊于贵的姿态，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们。虽然叫老官，但这种人既不是官，也未必都是老年人，是指那些经历常年跑船生涯的磨练筛选，在水手中脱颖而出，有资历、有信誉、有威望、有头脑，说话有分量，能够做到一呼百应的领头者。官员当面管他们叫老官，是表示尊重，还略带有奉承举气的客气话；背后叫他们老船帮子。水手们对他们的称呼是一些带有明显内部认同感、极富江湖色彩，在很多警匪与武侠类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听到过的称谓，当家的老头子、老大。老官也有新旧更替与多人竞争的局面出现，偶尔出现一个船帮有1到3个老官并存的现象。官方一般用新老大小来区分他们，而水手内部则常用数序做区别，比如说大当家的、二当家的等等。乍一看上去，这些老官的身份认定很像今天的工会主席，作为本单位广大劳动者的代表，要为他们说话谋利。一旦劳资双方发生矛盾，他一边与资方沟通疏通，尽量化解双方矛盾冲突，还要为劳动者争取更多的利益。不过需要注意一点，虽然可以笼统地把这些船工水手称为漕运工人漕运工人，但他们还不是经历过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产业工人。在清朝中叶那个还是传统农业经济的社会中，漕运水手随后开始向江湖会党的模式发展。既然如此，这老官就没当成工会主席，反而成了帮会头目。第3步，随着大范围跨地域活动的持续进行，船帮内开始出现本乡人和外乡人混杂的情况。为便于沟通和管理，漕运水手以自发形式形成了粮船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为1800公里，因为漕运还要从镇江向西拐入长江中游，行漕路径最远的是来自湖南、湖北2省的船帮，他们北上通州，单程要走约2400公里。明朝、两朝也都对漕运日程规定具体时限，大部分船帮要在新旧年交际时开船启程，只有位子最靠北、距离北京最近的山东临清卫可以在2月启程，也就农历以下都同提到日子的时候都是用农历，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次行漕往返路程，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漕军和水手都不能在家过年。长江中下游的船帮是路途远近，还要耗费6到8个月之久。以江苏新武卫为例，他们要在上年腊月内启程，本年2月前渡过黄淮，5月初1到达通州，纳粮入仓，掉头南下，再花费3个月时间返回出发点，休整2个月之后，于本年10月集结，前往对粮府县装船，然后于本年腊月开始明年的下一次漕运。湖南船帮在这几个时间点上顺次比江南新武卫后延1个月，在实际操作中，因黄淮河道频繁发生水患和旱涝无常的自然灾害影响，行漕迟延是家常便饭，且延误时间普遍以月计。如乾隆44年，因淮河发大水，本该在6月初抵达通州的湘鄂赣皖4省34个船帮，至当年8月下旬到9月初才陆续抵达天津，延误了3个月。还有的年份，粮船因延误时间过长，已经无望抵达通州，朝廷只好让他们在路上就近的官仓纳粮，直接南返。从行漕跑船的时间上就能发现一个特征，不仅时间长，还都是在每年春夏秋3季的耕作期，这就意味着跑粮船的人没法从事粮食生产，而行漕又特别依赖有经验的老船工水手，有一批人长期从事这份工作，并以子承父业的形式传帮带，3年、5年、10年，1代人、2代人、3代人等等。从康熙35年，清朝做出军运赶民运的决策，直到乾隆中期，大约70年过去了。当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就出现了。长期脱离农业生产，
走南闯北的漕运水手越来越不像庄稼人，反而越来越像江湖中人。为适应五湖四海漂泊不定的生涯，他们自然而然的要拉帮结伙立规矩。粮船帮最初的建立初衷是出于沟通信息、联络人情、消除误解与矛盾等漕运水手职业活动当中的必要需求。每个船帮呢设一个卫所的水手，最初大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大家不是亲戚就是老乡，都知道相互帮衬。不同卫所的船帮也要互助互谅，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苏浙皖湘鄂5省船帮都在5、6月期间北上通州，几天桥船，几万名水手，在路上还要抢时间，最后又都在一个时间挤到一个地方，这就难免产生摩擦。你抢我半个船头，我占你半边闸道，为这么一些琐事争强好胜好面子，发生冲突纠纷是常有的事。经过一些摩擦之后，大家都学聪明了，当再次出现纷争，先别把矛盾激化，由当事几方船帮的老官出面，大家协商解决。彼此都是出门在外船上讨生活的人，都不容易，惹出事不好收场，结下嫌缘，对谁都不值当。本着凡事应以和为贵的姿态，尽量调解。类似的纠纷以后肯定还时常出现，既然今天事情是这么解决，那以后就以此作为前例，再发生类似事件照此办理。时间一长，循例解决的方式逐渐传播，并得到各船帮认可，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口头规矩再落实到白纸黑字，就成了正式的家法。为强化规则，还要强化立规则人的权威地位，在规则中设列必要的惩罚条款。既然立规矩，就得守规矩，谁要是不守规矩，家法伺候。漕运是跨地域运输，一些船帮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外乡人。趋势是来自北方的水手向南方的船帮流动。北方山东、河南两地和苏北、徐州等地人口多，漕运行程还短，这些地方的水手本身人力资源过剩，还挣不到太多钱，在大运河淮安到山东济南爬水急的这部分河段，还要过几十道水闸，需要从南边乡村临时雇佣劳动力当纤夫，纤夫的收入更不稳定，他们希望找到工酬更高的工作。一来二去，当他们和南方的船帮混熟了，很多人就通过关系南下到苏浙这两个相对富饶省份的船帮当水手。当苏浙船帮接受的外省水手越来越多，内部就出现了本乡人与外乡人并存的分化现象，这也会产生分歧隔阂。江湖会党组织在小地域小范围组织联络，靠认宗亲和续乡谊；跨地域大范围发展势力，则依靠一种精神支配工具，也就是宗教。这类宗教非是非道非儒非耶，是创始人杂糅各种教派学说思想自己悟出来的民间会道门。明教、白莲教、金丹道等都是如此。在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到晚清的太平天国，也都靠发展信徒的方式壮大了自家势力。粮船帮也没能免俗，引入了罗教，让粮船帮出现政教合一的倾向。以卫所或者船帮为单位设立安堂，老官就是船帮的世俗领导者，又是本帮安堂的主持教宗，并确立论辈分拜师徒的人员组织形式。水手就是老官的麾下，也是教徒，两者的相互称谓也发生了变化。老官改叫老官师傅或者师傅，水手则改叫门徒。平辈的水手之间以兄弟相称。罗教使船帮的本乡人和外乡人找到统一的精神支柱，能有效淡化因地域分歧而产生的离心力。宗教也有利于老官控制本帮的外乡人，因为安堂的作用不只是帮内的宗教场所，还是本帮外乡水手的暂住地。漕船每年返回出发地，到下一次启程中间也就2个月的休整期，许多北方水手干脆不返回老家，把安堂当成栖身住所。作为集中聚居在安堂的少数外乡人，他们只能听命老官，对老官依赖感更强。而粮船帮的安堂最后也演化成青帮的乡堂。再如黑话，漕运关联南北数省上百个船帮，哪儿的人都有，天南地北，四海人众，道东说西，五方杂音。因为语言沟通产生误解的事情更多，那咱们就尽量少说各自方言里的俚语，而是摸索出一套内部口令暗语，以此传达信息。如果觉得语言形式还不够，那再加上手势甚至肢体动作都可以。
在这套口令暗语由少见多、由简入繁，各种冠词代称日益丰富，就逐渐成为一个在汉语语法逻辑结构基础上自成体系、带有职业行为特征的营语体系。黑话就形成了。黑话对外对内的作用是完全相反，对外既然是营语，让外人就能听不懂；对内是内部的标准普通话，得要让所有成员听得懂，不能产生歧义误解。依靠上述种种方式，梁川帮人员出现等级分化趋势，又通过宗教对人的精神约束作用，拔高老官的领导地位，强化帮内成员的认同感与服从力。有了规矩加法，有了自家黑话，有了统一的精神支配力，还有对生存方式高度一致的默契，便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帮派。梁川帮又叫曹帮的组织就在清朝中期出现了。清早就有了，帮现在有了，就差一个适合的培养皿，把两样东西搅在一起。大清朝在此时站出来，果断阻止合体反应的发生。清朝采取的阻挠手段的风格就是4个字：恩威并施。第4步，梁川帮的形成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民间宗教会党特征引起清廷的关注，成为官府的重点维稳对象。民间宗教的创始人和传教者大多出身下层社会，本身文化水平有限，传教的主要对象也是同样出生的贫苦百姓，所以民间宗教既没有逻辑严密的宗教理论，也不需要内涵深厚的经文典籍，而是教义简陋。传教者和传教对象有着高度贴合的生存感受与人生价值观，前者宣扬的口号能在后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入我教众，皆为兄弟姊妹，众生平等，资财同享，衣食均分，患难与共，杀贪官污吏，还我清贫世道等等，都总结成精炼简洁、易懂易记，还最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底层穷苦百姓内心基本人生追求的内容。这些宣扬口号哪怕大部分是画饼充饥，也能让听众找到精神慰藉。因此在人口基数迅速膨胀、贫富分化加剧的时代，民间宗教极易被底层社会接受，平民教徒以几何数快速增长。就在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清军用9年时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嘉庆18年又发生天理教进攻紫禁城事件，这些反抗组织发展人员的方式与实施暴动的运作流程都采用民间宗教进行传教的形式，因此打击民间宗教会道门成为清朝官府扑杀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点。梁川帮内部透露出来的相似异动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梁川帮因为对尊奉的罗教清门教义解释发生分歧，内部又分成新旧2个教宗，就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暴力化倾向和内斗程度加剧。道光5年年初，浙江杭三帮由李广明等3水手慌慌张张到省城报官，他们自称是本帮新安弟子。该帮的新安弟子刚刚遭到老安弟子的打黑刀，死伤惨重。浙江巡抚赶紧派人调查，这才知道双方的激斗已经持续了4天，仅找到了被杀的新安子弟尸首就有13具。类似的事情在此后又多次发生，尤其是船帮内来自北方、汝豫等省的外乡水手，他们每年随船回到杭州，因休用时间有限，常年不返乡，都是暂住在安堂，被老官洗脑把控，如同走狗鹰犬。老官在一个帮内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其权威地位已经很高，但如果再出现跨帮合卫联省，在多个船帮都能产生号召力，如同武林盟主一般，可以号令大江南北，振臂一呼，万千相应，能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大老官，这是朝廷绝对不能容忍的。梁川帮已经明显出现向会党黑帮化发展的倾向，很多行业内部都会出现豪强者欺行霸市的现象，并不稀罕。但梁川帮太敏感太重要，数万计常年处于流动状态，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有一定精神信仰，又有明显暴力倾向，且娴熟组织能力和高度协作意志，
既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起来，还能把控这个国家最重要南北交通命脉的一支民间力量。如果一旦有人从中挑动，让他们站到清朝的朝廷的对立面上闹起事端，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清代中期统治者雍正和乾隆父子头脑精明，眼光锐利，政治手段冷酷强硬。之后的嘉庆虽然各方面天资都不如乾隆，但毕竟还有一些治世之策。这些统治者虽然做不到剪除盛世危机的所有祸根，但可以做到只要发现苗头，立刻施以雷厉法打击。深知漕运关系重大的清朝统治者，本着未雨绸缪的目的，从中央政府到漕运衙门，再到地方基层州县官府，先发制人，层层施压，对安堂尤其是老官权势进行清查离骚和限制打压。对于那些内部矛盾深重、经常滋事的船帮，漕运衙门干脆下令，无论曾否滋事，据按月学解于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外出，以水手老官四字四面按月点检。我不管你是否有全科，只要你是这个船帮的老官，就在你脸上刺字。不仅不允许你随船行漕发挥影响力，还强令你定时向官府报告你的行踪。经过这些持续整肃，老官的影响力只保持在本船帮内。粮船帮始终没有足够的整体凝聚力，帮内的宗教气氛也被冲淡了。它的组织特点可以总结为6个字：小紧密，大松散。在每个船帮内，老官师傅与门徒尊卑有别，秩序井然，人员齐整，有条不紊。大家通过相亲、拜师、结义、开香堂、入教门等形式抱成一团，但帮与帮之间的联系却散漫弱化了，甚至是严重对立的，只能靠一些基本的帮规家法来联系。A 帮某位成员到了 B 帮， B 帮人员都不认识他必须靠讲黑话对切口来表明自身的身份。当 A 帮成员和 B 帮成员同时犯了家法， B 帮也不能自行惩处，要先通告 A 帮老官，声明触犯了哪些家法，然后由后者亲自处置自家门徒。笔者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种状态。现在有一家青帮快餐连锁集团，在全国10几个省市都拥有100多家加盟店，其中一些店面在精明强干的店长带领下还经营得有声有色，但他毕竟没有总部和总裁。如果集团要决定大事，方式是把店长召集起来商量解决。决定话语权的因素有2个：一是店长的资历辈分，二是该店的经营状况。那些业绩突出的大加盟店，店长说话有一言九鼎的效果；那些效益不佳的小店，店长哪怕辈分很高，说话也不见得好使。如果店长之间都没达成一致观点，话不投机，既然斗嘴解决不了，那咱就动手，内杠火并。事情闹大，惹出了人命官司，惊动警方，也就是官府。挑头闹事的店长被抓起来，就会被法办。粮船帮如同一只没有中枢神经的第一等腔肠动物，从外表看是一个整体，可一刀下去，1分为2的两段还是活蹦乱跳的，继续砍上2刀3刀，切成4段8段16段，每段都能还在那里蠕动。这种小井大松的格局显然有利于官府对其分而治之。这种格局随后又被青帮全盘继承。在清朝衰落乃至变亡后，青帮也没能出现有魄力的人物对其组织结构进行改动，一直到它灭亡也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最高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社团组织。打了巴掌，当然还要赏个甜枣。官府给粮船帮最显著的一项物质好处，就叫做土役，也就是允许随船捎带私货在行漕沿岸贩卖且免除税收。这个政策在明朝中前期就有，最初准许载额是每船10石，万历年间60石，到清朝继续一路上扬，雍正时126石，嘉庆时150石，最终在道光8年达到180石。180石换成公制大约为 12.8 吨，相当于船上每个水手都可以贩运超过1吨私货。长途贩运的利润更高，湘鄂两省船帮贩私货的收入最丰厚。以湖北船帮为例，雍正2年漕运衙门重新制定的漕船，标准运载量1000石，其中600石按照官府要求装运漕粮，100石专运水手在路上的口粮，剩下300石随便支配。
水手们在起航前凑份子，在本地收购各种土特产、廉价手工艺品、铁制农具、粗布、中草药材等等，尽量把这300石都占满。启程之后，沿江东下，随走随售。雍正年间规定的每船126石私货，是以漕船在经过扬州或者淮安漕运总督所在的地点检验时为准。水手们只要保证把多余的私货在此之前卖掉，经过点验地方是控制在126石以内就行。过海淮安在北上，继续随走随售，如通州交卸下漕粮，空船南返，这叫做空回。但大家都知道船不走空的道理，官府也允许每船在空回时装载60石私货。水手见天津直隶当地有什么便宜量大的货物，或者花生、豆类、棉花等农作物，买下来装船，南归路上沿途售卖，又能赚上一笔。很多水手具有基本商业头脑，运粮北上，沿途沧州、天津和通州等北方运河沿岸的商业城镇时，和当地商铺掌柜打好招呼，需要哪些大宗南货，时间上又不着急用，能等上1年，哪怕咱不妨先列个单据，立个契约，待到明年我们再次北上，都给您如数用过来。我们保证您的货源，你保证我们的收入，各得其所。因为这些卖私货的水手就和季风一样，开春顺南风北上，卸粮后搭秋风南返，所以外人都称呼他们为风客。风客能售卖正常的商品，也就会偷偷摸摸夹带私盐，甚至有私盐贩子冒充风客，或与粮船水手同谋贩私。清代也严禁贩运私盐，但架不住这里面的厚利，类似的事件屡禁不止。不过以清代中期的国势正处在集权高压体系最稳固的阶段，私盐贩子与粮船帮的贩私活动也只停留在小规模隐蔽运作状态，不成气候。准许携带私货的政策太有诱惑力，尤其随着额度上涨，这枚甜枣的分量还越来越大，它给漕军和水手带来的实际利益已经超过了公筹。中国人有很世俗的民族特点，对宗教没有太虔诚的信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也不会干铤而走险的事情。清朝给粮船帮设定越来越丰厚的私货搭载量，也就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物质安抚手段。别看何志南漕难管，但因为清廷的密切重视和不断施加影响力，漕运这个复杂而又脆弱的物质交通系统像一台老爷车，虽说毛病不断，小毛病接连不断，也越来越不好使，但修车匠使出浑身解数，总算让他没趴过窝，较安稳地运作了200年。就像五行山，虽说压不死孙猴子，但起码能镇住。至于接贴的唐僧以什么形式出现，那是500年之后的事，谁也活不了那么长，谁也想不到那么远，只能留给后世继承者去面对了。1850年，咸丰皇帝登基，唐僧出现了，老爷车趴窝了。咸丰2年腊月，1853年1月，正好是长江沿岸船帮先后启程之际，太平军攻占武昌重镇，盛世东下，攻占了江宁，也就是南京。当年4月又分兵北伐，清朝的漕运被打断了。咸丰5年6月，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乡决口。自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黄海，700年后，黄河折转东北，取运河章丘河段，再夺山东大清河河道，重新流入渤海。黄河夹带的泥沙使本来就严重缺水的山东章丘到临清段的运河严重淤塞，给河道带来致命打击。同治4年，也就是1864年夏，刚平定太平天国，漕运总督吴昌曾设法拼凑民船，立即重新组织漕运，结果发现山东河段经过10多年战乱，不仅水深仅有1-2米，船闸也毁朽严重。船队通过减重来减少吃水深度，方才勉强北上，但回程因汛期已过，水位再降，即使空载的船都过不过去了。此后的官场上，汉族洋务派官僚集团兴起，展开洋务运动，其中包括开拓现代蒸汽动力的轮船近海运输。尽管朝廷内还不时有呼吁重新修浚运河的声音，但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重臣的明确反对和掣肘下，
再加上废漕运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没有付诸行动。道光末年，漕运系统有约110个船帮。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因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广大地域被清军和太平军反复争夺，船帮被打散，水手流落为乱军或干脆成为地方匪患。清朝正规军一时打不过太平军，官府又鼓励各地搞团练武装，地方强人趁机兴起，形成割据势力。其中有个李昭寿，出身河南东南豫鄂皖交界的固始，原本在淮河上游一带做私盐贩子，如果官军剿捕得紧，就跑到大别山里当山贼躲风头。太平天国兴起，战火殃及江淮流域，社会秩序大乱。李昭寿也带起一波盐贩子和流匪组成人马，打着投诚名义，在清军、捻军和太平军三股势力之间反复游移。这三方也都很厌恶这种骑墙不定的嘴脸，太平军就骂他们是大头妖，但迫于战争形势还不得不拉拢他。1858年，清军在黄淮流域战局中占了上风，李昭寿马上向清朝再次效忠，但此时清朝财政紧张，发不出军饷，又担心礼部人马再次哗变，只好采取硬软两手对策。先强令李昭寿把所部4万多人裁减到17000，再允许他控制从两淮盐场以西到安徽中部一带的盐务，名为以盐代饷，实际上就是允许他公开贩私盐。李昭寿大量吸收粮船帮水手，利用这些人从事水陆运输的经验和实力，参与贩盐生意。战争结束后，清朝恢复部分船帮，但因为大运河断了，漕运成了互不相连的南北两部。北方漕运利用主要位于直隶到天津的部分河段，从事从山东到通州仅有约500里长的船运。因为华北缺水的气候环境和铁路货运的兴起，迅速衰落。南方的江淮流域和江南地区因本身自然环境就是河道纵横，漕运恢复得很快，但只能从事内河短途航运，船队规模和水手收入远不如以前。最终在光绪27年1901年，清朝彻底裁撤漕运衙门。光绪年间的漕运全书里还列出80多个在战乱后恢复的船帮，但绝大多数只存在于文书上的影子船帮，实际早已不存在。最终演化成近代青帮的仅仅是苏皖两地淮泗、新武、安庆、镇江和镇江、嘉海、嘉兴、嘉白、杭盐、湖州、绍兴等约10个粮船帮。因为这里靠近两淮盐场和通商口岸城市上海，还有密集的河湖水网航运，适合这些习惯常年在船上讨生活的江湖中人。在战乱中失业的和被裁撤的水手，以谋生计为由，部分转为贩私盐的刑徒，部分转为占码头的青皮。青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身份转换，就在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时代实现了。此时的大清朝已是残灯末mil即将崩坏的五行山再也压不住孙猴子了。在清朝处于高压专制势力最强盛的最强盛的康雍乾时代，显然不允许出现青帮这种江湖势力，因此天地会在清朝中前期也只能秘密结社活动。粮船帮刚有黑社会化苗头，也被立刻镇压治理。晚清官府势力衰朽，集权体系加速崩溃，帮会势力骤然兴起，白的弱化退缩，黑的才能加速膨胀，此消彼长。作为盐销组织的青帮，就在太平天国兴起后的战乱中形成，并在晚清的最后50年里逐渐壮大。青帮做私盐生意，就和另一个老牌会党组织洪门产生了矛盾。青帮的传统活动地域是硬河沿线与两淮盐场，都位于长江下游，而长江中上游的赣湘鄂川则是属于洪门的天地会、各老会的一块主要活动区域。别看四川位于内陆，却能出产井盐，而且产量颇为显赫。在光绪年间的年产量超过4亿斤，出自四川盐政史清代销额。长江的上下游两头都是大盐场，但位于中游的湘鄂赣3省人口众多，食盐消费量大，
却不产盐或者产量极低，不能满足本省需求。长江下游的青帮和中上游的红帮都看中了中游的私盐市场，并把势力发展到湖北和汉口这个远近闻名的对外通商口岸。双方建起伸向中游3省的竹竿，就开始了发生冲突。不同黑帮的地下交通线人身越来越远，产生了相交点，叫顶竹竿。如果两边都没商量好各自利益，就会为此发生争斗和火拼，以暴力手法争夺对方节点，这叫打竹竿或者断竹竿。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青帮在讲述自家与洪门的恩怨时，还都提到闹洪阳长矛时，洪门仗势夺我们56处码头，杀我32个帐头，我只剩下72帮办。洪阳指洪秀全、杨秀清，洪门势力都投靠太平天国，与之结盟。梁川帮虽然开始沦为青帮盐枭，但为了炫耀资历，依旧在船头打出为清朝运皇粮的天庚正贡旗，名义上归清朝朝廷，打仗头是负责照看码头的首领把头。青帮号称128帮办，现在说他被红帮杀的只剩下72帮办，即损失率高达 44%。56、32、128、72，这些在传统文化当中含有特定含义的数字其实并不真实，但这种言辞也反映了青帮早期与洪门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清朝官府和北洋政府打击长江流域的盐枭，青红帮为减少内耗和达成谅解，又开始鼓吹青红一家了。只有金盆栽化，没有青红分家。所以说，别看天地会把反清复明喊得响亮，但并非真心反清。青帮更是从来就没有说过他要保大清。双方的深重夙愿是做走私生意中产生的一系列利益矛盾，除了贩私盐，诸如贩卖人口、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开赌局、对抗官机、打了就得、打不赢就跑等等等等，全是千百年来绿林草莽好汉们最擅长的职业。青帮分子也都积极参与，也就是说，青帮刚出现时，他们还是中国传统江湖会党的姿态。如果所谓的世道不发生变化，那么他们的归宿也和那些老前辈一样，混得糟糕的四处流窜，被官军绞杀，不得好死；混得机灵的被旧王朝统治阶级招安，或者被新的真命天子招纳入麾下。在改朝换代的轮回结束后，成为新政权江山定底的国初功臣。这些情况也都在晚清现实社会中发生过。有些青帮盐枭被官军剿灭，还有些人其悍勇狡诈的特征被看中，投身于晚清新军或者地方团练武装力量，成为中下级武官。此处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个时代，他们还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李鸿章就叹息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冲击了中国正常社会，也强烈冲击了江湖世界，洋人租界、鸦片等等江湖好汉们的前辈在过去几千年前都没见识过东西，现在让青帮遇到了。好，这个到327页啊，这个第4章念完，第3章念完，第4章明天开始啊。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我是大妈啊，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我明天继续念。以上，今天先到这儿。